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家第21季第5集。今天七剧部门的主管退休了，大家都来参加了欢送会。卡尔随口问他以后打算做什么，他表示会学习园艺，学习中国话。为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，前主管修了1-2句中文，不过现场中国员工表示烂透了。虽然他中文很烂，但作为上司那是好的没话说。比如他从来不会建议手下员工迟到，也不会察觉辛巴他们对自动贩卖机动了手脚。遇到这样的上司，有哪个打工人不说一句我可以？更别说现在没有主管，那真是喜上加喜。正让他们高兴之时，秃头突然出现了。看样子你们都很期待一位新主管啊，一点都不期待好吗？辛巴脱口而出，我们就不能自己管自己吗？那样的话，他们就可以在场内赛车。好家伙，这3人的想象还能共通。莱尼高呼自己胜利了，秃头没兴趣跟他们一起耍宝，只说自己会内部提拔主管，也就是会在辛巴、莱尼和卡尔中选择一个。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辛巴，这傻子像个雕塑一样，苍蝇飞进嘴里也没有反应。接着就是莱尼，正拿着啤酒吨呢，见秃头在看自己，慌忙塞进裤子掩耳盗铃。最后一个是卡尔，他面前灯泡有些闪烁，他拧了一下给弄好了。这么一对比，卡尔确实比较可靠。秃头当即宣布他成为了新的主管，还将主管专用钥匙交给了他。卡尔看着那金光闪闪的钥匙，里面出现他衣着华丽的倒影，俨然一副人上人的模样。莱尼和辛巴自然是十分高兴，顶头上司就是自己的好兄弟，那不是摸鱼、旷工、福利源源不断的滚过来。但卡尔并没有回应辛巴的击掌，他的解释是自己要去检查仪器，填写员工评估表。虽然表示可以去老摩的酒吧庆祝，不过也是在下班以后。这好兄弟有点不对劲。自从卡尔当了主管之后，就坐进了敞亮的办公室。面对前来找他闲聊的辛巴，他十分冷漠，就像是变了个人，不想也不愿意再配合辛巴的低俗笑话。他们之间终是产生了嫌隙。一天，卡尔找到辛巴，为奖励他安全报告写得好，破格提升他做行政助理。辛巴本想继续当条咸鱼，不料卡尔直接说要么干，要么滚蛋。于是辛巴就开始随叫随到的社畜日常，快乐摸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满身疲惫。直到深夜，辛巴才下班，一到房间就瘫在床上。此时辛巴从洗手间里出来，他说每个人都喜欢他拍的日历，但只有辛巴能够深入观赏。面对如此性感的老婆，如此挑逗的言语，辛巴只想说日历。我忘记提醒卡尔的工作日程了，让辛巴再纠结一会儿吧。现在说一下辛巴拍的日历。这天，辛巴在家里组织了茶话会，倒也不是几位女士闲得没事干，她们都是春田慈善少女。虽然上一次为了消灭儿童肥胖症的义卖小蛋糕，最后全都落进了肥胖儿童的肚子里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热情。这次会议也是商讨今年的筹款方式，眼镜马展示了警局出售半裸男日历，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筹款的。席太太获得了启发，不如他们也这样吧。这一提议得到众人的支持，毕竟他们都对自己的美貌很有自信。现在就只需要再确定一个主题了。刚好一旁鸽子的杂志上写有历史，辛巴就询问这个怎么样，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。很快就到了拍照的日子了。首先上场是眼镜马、国旗加身，再加匀称的小腿，这组照片效果应该还是不错的。接着就是辛巴，她扮演的是女版老虎伍兹。见她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摄影师表示，如果想要日历销量好，就需要更多吸引眼球的东西。说着就给辛巴端来了一杯红酒，她尝了一口，味道不错。见她一杯下肚，摄影师又给她满上。酒精一上来，辛巴理智和矜持全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热辣和性感。酒一杯接一杯的喝，衣服一件接一件的脱。辛巴不会想到自己酒后失态将会发酵这么严重。这天他正拽孩子们去买衣服，没成想看到一大堆人挤在前面，靠近一看才发现他们手里拿的是自己拍的日历。随着月份逐渐增加，他的衣着越发暴露，最后就连萧仙奶嘴都惊掉了。这时人群发现日历女郎现身了，他们家辛巴团团围住，还问他要不要脱衣服，不愿意也没有关系，可以用日历来代替。又到每周做礼拜的日子，辛巴载着孩子们来到了教堂。今天来接受宗教洗礼的人特别多，看他们人手一本日历的样子，关注点好像都在辛巴身上。事实上的确如此，他一下车，周围人就开始评头论足。面对人们的戏谑和不怀好意的掌声，辛巴竟然还有些小确幸。接着时间就来到辛巴拖着疲惫回到家中，尽管辛巴现在是马力十足，但禁不住辛巴是油尽灯枯。见丈夫实在是累坏了，辛巴也只得作罢。第二天晚上，辛巴一直喋喋不休抱怨卡尔事多，辛巴都在一旁听着不插话，最后还敞开衣服，想要借此消除丈夫的烦恼。谁知他兄在辛巴眼里就是2个卡尔，一个要他帮忙洗车，另一个要求倒咖啡，直接就把辛巴弄得抱头痛哭。又过了好几周，辛巴依然回家很晚，但这天他给妻子准备了惊喜，他订了这周6的一个非常浪漫的宾馆房间。听到辛巴别提多满意了。很快就到了2人世界时光，为了能够让今晚更加
愉快，辛巴还购买了几样小道具。就拿这个头子来说，头颈相依就很不错。不过辛巴就没那么好的手气了，要到尽是些打头发一类的怪动作。好在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为了玩游戏，虽然辛巴还是很疲惫，但也要舍命陪妻子。正当两人在床上滚来滚去之时，辛巴电话又响了，毫无疑问是卡尔。他说自己被邀请参加巴黎举办年度核电力博览会。听到此，辛巴热情全交在了工作上，掏出笔记本就开始安排卡尔的日程。这次约会又不欢而散。为了不听辛巴的抱怨，辛巴将行李搬上车就赶紧走了，气得辛巴直接一个球锤扔过去，砸中了弗兰德。虽然当时看起来很严重，但弗兰德恢复的还是很好的。辛巴为砸伤他很是内疚，于是弗兰德一回到家，他就过来道歉了，还说为了补偿他，想邀请他和孩子们明晚过来一起吃晚饭。第二天，辛巴早早就准备好了碗筷，但没想到两孩子竟然背着书包出门了。辛小妹呢，又去参加朋友的茶会；小新呢，又去参加臭臭蛋派对。你说巧不巧？弗兰德家两孩子犯了错误，被他惩罚关在家里不让出门。于是原本是2家人的晚餐就只剩下2个人，一个父亲带2孩子。弗兰德本就是厨房老手，2个人一起做饭，让辛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愉快。此时，弗兰德不小心把水弄在了2人身上，这下他的腹肌轮廓在辛巴眼里一览无余，而辛巴的好身材在弗兰德眼里亦是如此。2人忘情的越靠越近，就在快要亲到的时候，烤箱的声音适时响起，化解了暧昧的气氛。晚饭过后，弗兰德十分满足，询问辛巴甜品是什么。辛巴早就准备好了草莓和手搅奶油，没想到这2人吃甜品也吃出了火花。弗兰德不小心将奶油弄在了胡子上，辛巴就拿起手绢温柔地将它擦去，眼看2个人就要亲上了。辛巴看到弗兰德眼镜上出现了自己和辛巴，原来是墙上挂的合照。辛巴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他知道自己只想和辛巴吃手搅奶油。临走的时候，弗兰德和辛巴礼貌性拥抱了一下，这一场景瞬间就被辛巴看到了，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最糟糕的朋友，这才多久，绿帽就戴上了。趁着辛巴怀疑人生的时候，来说一下他这段时间的出差经历。和卡尔坐上飞机后，辛巴开始报告接下来的行程。卡尔现在是十指不沾阳春水，不仅需要辛巴告知最基础的核知识，就连吃毛豆都要他帮忙剥皮。到巴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，那些宏伟的建筑、美丽的街景都让辛巴感到兴奋。参加会议的也都是些上层人士，虽然卡尔都不认识，但辛巴可是个完美僚机，不论是谁他都十分了解，不论要他做什么他都十分在行，厌恶什么的更是手到擒来。会议结束后，卡尔还意犹未尽，美人佳酿应有尽有，他真是爱死巴黎了。除了乡下摇滚老令人有些不爽外，其他的简直称上是完美。他让辛巴回到酒店后去办理延期住宿，具体要延到什么时候呢？无期限居住。辛巴不愿意，你倒是没有老婆，我还有呢。卡尔可不管这些，为了自己的私心，直接将与巴黎的合作搬出来压辛巴。其实呢，他只是想跟法国小美女约会而已。卡尔走后，辛巴独在雨夜里黯然神伤。长长的面包是老婆的样子，旋转的螺旋桨也是老婆的样子，就连急救车的叫声也都是老婆在呼唤自己的名字。辛巴正呆呆注视埃菲尔铁塔，卡尔又打了电话过来，原来是他房间里有只飞蛾要辛巴解决。不过现在他注定只能靠自己了，因为辛巴已经回到了春田镇。没想到他来这一出，卡尔威胁辛巴不回来就炒鱿鱼，但辛巴早就想到这一点了，于是告诉卡尔，他泡的妹子是法国第一夫人，如果自己被炒了，他就会去向赛科奇告密。说着就拨打了赛科奇的电话，这下卡尔也没有辙了，只得放过辛巴。时间回到辛巴火急火燎回到家，看到朋友和妻子相拥的画面，虽然他有过一瞬间的怀疑，但很快就被打消了。他们的关系也确实很清白。见他回来，辛巴没有惊慌，而是马上抱住了他。此时此刻，2颗相爱的心，2个彼此想念的人，终于可以度过愉快的2人世界了。激情过后，辛巴想起了那2个头子，有了辛巴的一口仙气，上面出现了经典组合痛爱娇妻。环境对人的改变可以有多大？明明就是同一个人，却因为所处位置不同，便可以瞬间成为另一个人。就像曾经也算是核电厂优秀员工的卡尔，在成为主管后，彻底沦为了一个废人，反而是摸鱼达人的辛巴变得无所不能。到底是人的位置决定行为，还是人的行为决定位置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。当我们还有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敌人时，我们可以亲密无间，无所不能。就像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设，但等到自己真正成为了王侯，又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当初誓言呢？就像是怀揣为人民服务的初心，最后却走上了贪腐之路的国家蛀虫。他们也不见天生就是个坏人，人心往往就是这样难以预测。我们无法阻止有些人渐行渐远，却可以坚持自己的初心，不被时光带走，不被位置改变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